份的原浆68朵。好，干杯！四川泸州，中国九城，位于长江与沱江交汇的黄金水道。这里不仅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经济商贸中心。本集阿叔和你走进市值近2000亿元的泸州老窖，探索中国最古老的白酒窖池群，看看一瓶数千元的顶级白酒是如何诞生的。为什么中国最具价值的白酒品牌，比如贵州茅台、宜宾五粮液以及泸州老窖，都诞生于川黔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呢？除了酒香，我们还探索这里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夜景以及正在崛起的城市力量。这里应该是泸州游客最多的地方，泸州老窖旅游区。打车到了景区门口，不想在景区门口吃，就走了好长一段路，走到这个社区里面。我想吃宜宾洋面，感觉这些藏在社区里的店会更好一点。哇，这么多人，生意这么好。什么？就36号，不要海椒。好。小份8元，中份10元，大份12元。干拌面、红汤面。我是吃过正宗宜宾洋面的人啊！我在这几年中才吃了宜宾当地最受好评的一个洋面，芝麻，还有这个肉酱，还有花生碎，还有一点这个是梅菜吧。现在感冒了，说话的话很吃力，要搅拌均匀。这一份小份8元。最近剪了个头发，是我长那么大遇到过最敷衍的理发老师，所以剪得特别难看。海带汤。泸州因为离宜宾比较近了，它南边就是宜宾市，所以在泸州呢也有不少的宜宾洋面的店铺。这个面是它的灵魂之一啊！这个面的话就感觉蛮筋道的，它比较干，所以来一口海带汤就很合适。老窖旅游区4A 级景区，这一条街的商铺基本全是国窖1573泸州老窖。你好，现在是国庆期间啊，好多的酒店都翻倍的价格。泸州位于成都的东南方向，坐高铁约2个小时就能到。这是横跨在沱江上的沱江大桥，2层的，下面走机动车，下面机动车还有人行道。比如说江的这边的居民要回去，那就走这条桥。泸州让我想到宜宾还有重庆，都是两江交汇处合围起来的一个城市。看一下沱江。这个两江合围起来的半岛可太像重庆的渝中半岛了，而且这个沱江啊，也是跨了很多跨江大桥，长江呢也有跨江大桥。吃完饭出门散步的泸州居民。前面就相当于刚才说的半岛那个尖尖的头啊，相当于重庆的朝天门啊，一个公园。站在半岛的最尖的地方，能够同时看到沱江跟长江交汇。
江畔大酒店、家乐酒业。江边呢是最多高楼的航拍，我们能看到。看一下沱江大桥，它下面有水位的一个标示。夜逛泸州，你看这就是泸州最高的楼了哈，就在江边。这泸州真的好多次让我想到重庆，它像是重庆山城那种地势高低起伏的哈，坡下坡上坡下坡，这些城市的楼房也是依江而建，然后沿着江边是个小丘陵，那么房子就铺满在这个山坡上。滔滔江水向东流，吃饱喝足，在江边休闲一下。虽然江边也是有不少人散步啊，但是并没有觉得很热闹的感觉，可能是这里没有到处的广场舞音乐。这边夜晚跳舞特别低调，我觉得就没有那些很喧闹的音乐。这里是滨江公园，很快我们能同时看到沱江跟长江的交汇。这座城市感觉挺安静的，就换到别的地方，这个放广场舞音乐的喇叭音响呢有好多好多，这里的话只有很少，就一个，就人们就很安静的坐着啊，是这个半岛的最尖的一个地方啊。它的造型也像船的造型，也有意为之的哈，就是很应景。你看长江的一个宽度要比沱江宽得多哈，眼前就是长江，长江。那么往左边看，这边是沱江，然后交汇在这个地方。重庆是嘉陵江跟长江的交汇，宜宾呢则是金沙江跟岷江的交汇。那么两江交汇以后呢，就形成了长江。所以到了宜宾，一个重要的游览项目就是游三江啊。所以呢，宜宾也被称为是长江第一城。如果你想了解宜宾、了解五粮液、了解阳面呢，可以看我的这集影片。为什么川南的这座小城泸州成为了中国9城哦？这可以说离不开它比较特别的地理位置。咱们知道四川盆地呢是一个四面环山的丰饶的一个平原，而且坐落在1、2级阶梯过渡地带的四川呢，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走势，海拔差异极其明显。这就使得这个自世界屋脊，也就是青藏高原上奔流而下的冰川涌水能够自然而然地汇集到这里，从而让四川盆地的水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为酿酒业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处于四川盆地的泸州之所以能成为中国9城，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有沱江、长江这2条河流的一个穿城而过。这种城市啊，虽然没有那些灯红酒绿的那种一线城市的繁华，但是很接地气啊，过着平淡的生活，一家人啊，晚上出来散散步、遛遛娃，感觉也挺好的哈。
我的印象就是这里真的好安静啊，就人口少吧。就按理说这种城市市中心的休闲的地方应该是那种各种音乐，然后像是一个交响乐一样啊，他放他的歌，他放他的歌，这么空旷的地方只有一个小喇叭。刚才是沿着沱江的那一面在行走的，现在我们就绕一圈，然后往长江的这一面开始沿江步行。长江这一面的这些商铺好像主要是这个酒吧街的感觉，音乐会所、茶坊、KTV、娱乐会所，灯光并没有特别明亮。这么一说，这个城市像国庆这种大节假日都还没有感觉很热闹啊，可能人口也往这种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大都市迁徙了。边上的音乐会所、火锅馆人也不多。按理说啊，这种地方应该是最车水马龙的地方，好多的 KTV 啊，而且这些 KTV 呢，它是那种上世纪90年代开的那种感觉啊。年轻人已经不太喜欢这种有点古板的 KTV 了。唱歌啥不嘛？啊？唱歌不？我们是不是呀？你喝酒吗？不喝。我喝几十个人。泸州处于四川南部，这有一个牌楼写着川南第一城吧，应该是城吧。这里就稍微热闹好多啊，原来刚才没找对地方。哇，到这热闹好多，真的，这才像一个城市的这个节假日的感觉啊。这个免费体验这个挺好，像是那种 KTV 啊或者会所的感觉。前面这一座横跨长江上的大桥啊，比刚才的沱江大桥要更加的灯光璀璨，它叫国教大桥。咱们知道啊，泸州是以这个酒全国闻名的。这里呢，就和大家分享泸州的夜生活，走走看看，简简单单。生活哪有那么多戏剧的大起大落？我发现这泸州的美女是挺多的，比较高挑，皮肤又白皙。这是个停车场呢，现在成了一个游乐场。哦，这里在举办滨江汽车消费节。人们在这里钓鱼、发呆、谈恋爱。这里面全是汽车。这有一艘固定在江上的船，交通运输执法就在国教大桥底下。领克、一汽大众、长江公安。近看这个国教大桥还有点宏伟。让我想到重庆的千厮门大桥啊，全是游客排队拍照的。像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啊，同样有像千厮门大桥那么宏伟壮观的大桥，但是
就没有排成长龙想拍照的游客了。老窖旅游区4A 级景区。这一条街的商铺基本全是国窖1573泸州老窖。买票好像涨价了，以前是30块钱，网上看到的，现在35。游客中心，一个酿酒厂能成为一个人们争相来访的一个景区。这个除了宜宾还有茅台，估计国内没有那么多的。中国第一窖，出示二维码。这幅石刻浮雕图全长79米，根据泸州人口音又名吃酒图，它反映了泸州的悠悠酒史，述于辛勤，始于秦汉，兴于唐宋。自古就有江洋酒熟花似锦的美誉。古人云：酿群为酒，泉香而酒冽。好，来。好的。哦，果然是，只是排1573国宝教池群。教池群看过了，以前在宜宾的五粮液里面扑面而来的那个大米的酿酒的气味儿。它是只能远远看着，不像是我在五粮液的那个窖池里面，我可以自由的进出啊，近距离的看这些百年老窖。国窖1573年，始于1573年，那就是明朝的时候。截止目前，我了解了一下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市值，贵州茅台以1.8万亿元排在第5。除了贵州茅台，包括五粮液还有泸州老窖，这些白酒品牌都在中国的 A 股股市中可以说还比较靠前的名次。我就有点好奇啊，为什么白酒行业的一个市值它的一个市值能达到这么高？这在其他国家好像并不多见。后来我了解了一下，首先国内呢这个人口基数大，酒类消费市场呢也大，白酒呢是节日商务啊宴请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需求比较稳定。而且呢，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呢有数百年的历史，品牌深入人心。而且呢，也因为高端白酒产量有限，供不应求，价格长期坚挺。第三呢，是这个产业壁垒高，因为传统酿造工艺复杂，核心技术跟工艺难以复制。
而且地方白酒企业在原料啊、水源啊、窖池等方面呢，都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第四呢，这个中国资本市场上啊，就是对白酒企业还是蛮认可的，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而且白酒的毛利率呢通常比较高啊，净利率高，这个利润稳定啊，分红啊都不错，所以愿意长期持有。这个地方也挺了不起的，好多企业它做广告还需要花钱、花预算、花宣传费。那泸州老窖厉害就在于人们想要看它的对自己的宣传，还要花钱买门票。酿酒其实很简单，粮食经过蒸煮、挪晾、拌取，并在发酵设备发酵后，经蒸馏出酒。酵泥微生物，这是参与发酵的其中一个元素，富集了大量厌氧微生物菌群。长江上游流域浓香型白酒，以泸州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沿岸盆地具有高温高湿的气候特征，适宜浓香型白酒酿造微生物菌群的繁衍和富集，适合酿造以泸州老窖为代表的高品质浓香型白酒。中国的名酒啊，主要就集中在这3个区域，一个高品质浓香型白酒，就是这个地方啊，这里就有宜宾的五粮液、泸州老窖。那么到了这个贵州呢，就主要是以酱香型白酒为主了，比如说这个茅台啊，江浙一带就是清香型白酒，比较寒冷的黄淮等区域。过去中国只有小曲、散曲，后来发明了这个甘醇曲。酒皇皇帝、酒神杜康、酒仙夷狄、酒圣郭怀玉。郭怀玉就是发明了甘醇曲的这个大师啊。从此呢，中国的这个白酒史上就有了大曲酒，提升了这个白酒的酸度、酒度、清澈度和香度。大曲主要是以小麦为主要原料，小曲呢以米粉或者米糠为主要原料，还有麸曲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介绍了制酒工艺。在母槽中投入原粮，经过蒸馏后入窖发酵，应按照方法反复循环，因此入窖发酵的槽培中永远都会存在老的母窖，从而保证了微生物菌群不断接续富集驯化。为什么四川孕育了宜宾五粮液还有泸州老窖这些国内知名的浓香型白酒呢？就因为这河流众多，泸州境内3江交汇长江、沱江、赤水河76条河流纵横分布，水质纯净，硬度适宜， pH 值适中，微量元素丰富，能促进酿酒功能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有利于发酵长久。
前面是泸州老窖博物馆，浓香正宗九界泰斗周恒刚。泸州老窖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凤凰山出土汉庄。泸州古称江阳，属古八国地区商周时期盛产高粱清酒。泸州最早的酒又名八香清。春秋时代。这个春秋的。这是铁啊！属于汉代的彩绘简形壶，汉代的彩绘阳樽。郭怀玉，智取之父。它是温酒的，麒麟温酒器。加热的。明清时期主要在泸州使用的酒罐，酒坊林立。2019年中国酒城授牌活动现场，革命战士朱德曾多次到访泸州。1916年到1920年期间，朱德在泸州驻军，并留下“酒城信保身无恙”。从此呢，酒城之名地契以书面的形式出现。朱德亦被称为酒城之父啊，原来是这么来的酒城啊！中国酒城泸州。泸州老窖博物馆看累了，我们不妨将视线转移到博物馆的外面。泸州老窖旅游景区背靠着雄伟的长江国窖大桥。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啊，而这句话的发源地据说就是在泸州的一条著名的酒巷。在明清时代，泸州有一条酒坊林立的一个酒巷叫银沟头，其中酒巷的尽头呢是温永胜作坊，因建窖最早，在银沟头酿酒作坊中最为有名。那么1873年，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赴任过程中经过泸州，刚下船就闻到了扑鼻的酒香，于是让仆人去打酒。谁知仆人一去就是一个上午。正在张之洞生气之间，看到仆人急急忙忙地提着一坛酒跑来。当仆人打开酒坛，顿时酒香沁人心脾。张之洞连饮2口，赞不绝口，说道：“好酒好酒，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呀。”1915年，泸州温永胜酿酒厂酿制的温永胜老窖大曲酒泸州老窖特曲走出国门，参加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举夺魁，成为中国白酒走向世界、获得国际金牌的先行者。在明清时期，泸州老窖36家的主要分布图啊，你看这个作坊酒坊林立的，主要集中在这个沱江跟长江交汇的地方，还有到这边。那么位于这个地方的温永胜，也就前面张之洞赞不绝口的，就是最为知名的，被称为中国酒城的泸州，作为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
它除了享誉中外的泸州老窖呢，其实还有其他我们可能都听过的一些，比如泸州令县的位于赤水河畔的酱香典范郎酒，以及仙堂酒、龙马堂的玉长酒、合江县的雨峰酒和叙永县的不老堂酒，也各具特色。状元及第酒罐，到了明清以后，这些酒瓶就变得比较华丽了，很绚烂的颜色。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美国在旧金山市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候的中国馆。民国时期，温永胜作坊很有名啊，大曲酒。哇，到这就闻到那种浓香型白酒的香味了。这就是介绍泸州老窖的一个蜕变的过程。我们也有嘛？这么多酒。这个是什么酒？1573的原浆68度。哦，谢谢。因为我是网上35元购票的，所以有一杯这个，干杯！好喝是真好喝，但是特别烈，喝过去1分钟了，喉咙还有那种火烧感，就感觉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特别暖和。中国白酒博物馆，中央批准的中国白酒行业唯一国家级博物馆，2026年底开馆，好像是在长江边上。2028年汶川大地震，泸州老窖为抗震救灾捐款2680万元。不同年代的泸州老窖瓶子，2000多、3000多、4000多一瓶。这个大瓶的8888元。排队拿酒的人，这个1000多块钱的酒说买就买，还说消费降级啊，哪里像消费降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米酒？就广西啊，我是从小就开始喝米酒，我以为所有的白酒都像米酒一样的，后来才了解到很不一样，就是米酒跟浓香型白酒跟酱香型白酒都很不一样。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还记得你第一次喝白酒是在哪个场合吗？当时是什么感觉？你是更喜欢茅台的酱香，还是更喜欢泸州老窖的浓香呢？如果只能选一瓶中国白酒送外国朋友，你会选哪一款呢？你觉得中国白酒在未来能像红酒、威士忌那样成为国际品牌吗？欢迎评论区和我交流。1573的咖啡啊，让我想到茅台冰淇淋啊，就是异曲同工，还很畅销。这边就是酒心巧克力，买了一盒，好多人抢着买来送礼，因为中秋节快到了。39块钱啊，就是买个好玩吧，就是一种泸州老窖酒味跟巧克力味的融合。打开以后看到3颗巧克力，39元，属实有点贵，但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带浓香型白酒味的巧克力。好多度了是吧？52度的。这个是国窖1573的，前面我们喝的那个是原浆好像是68度吧，就没有经过勾兑了。这个是经过一个勾兑了。这个就能接受非常多，因为它的口感呢就更柔和，而且它的那种清香吧就更多一点。这里是泸州的老城区，你看对面泸州白糕排了好多人，5代人传艺，只为做好一只鸡。
非遗麻辣鸡65元一斤。你的半斤。纯手工的。这个叫什么呢？黄粑，是泸州的。泸州的特产，纯糯米和那个甘蔗做的红糖。对，甘蔗来造的红糖。这是啥子？黄粑。黄粑呀。这个甜味不是很明显，主要是吃糯米糕的感觉。这档的香气一般，味道一般，就是吃个新鲜吧。但排队的人太多了。这传统豆腐脑也是，这条街就是一些泸州的老店啊，美食老店小吃。虹桥猪耳扒，你看基本上每家店都是这个座无虚席。泸州名小吃啊，猪耳扒。这个猪耳扒我还想尝一尝。来，什么人来了？还是排一下队吧。猪耳扒一笼10个，25元，一个约2.5元。有青菜瘦肉中的有。周氏阳面，因为早上刚吃了阳面了。手工陶片，泸州名小吃昭师堂米花糖。这7两元，那就只限2元，一样7点几。这个是玫瑰。玫瑰。白桃。哎呀，这3块钱。我讲20几块钱，我就挑就给。眼前大概是泸州最知名的商圈吧，就在市中心的地方，这里有2个主要的观景点。集共有旗下品牌人社长烤肉、自助食堂、品牌电感卖月饼啊，中秋节再过3天就到了。今年又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一个。最近黄金的金价飙涨啊，所以这些卖黄金的话也非常火，人们就是越涨越买，越跌越不买，都已经涨到3900多美元每盎司了。据说金价还将突破4200美元每盎司啊，在不久后，所以人们无论是搜寻 DeepSeek 还是 ChatGPT 啊，都预测到黄金的金价还会不断的飙涨，因为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啊，人们对于这个资产保值的需要啊，就不断的购入黄金。和大家感受一下。中国西部川南一座小城吧，泸州可以说是一座小城，节假日的一个节日氛围吧。这是国内好像最长的一个假期啊，有7天这么长。这样我想到重庆啊，还挺像的。这卖仓鼠啊，珍爱生命，轻拿轻放。这里是白塔广场，前面是报恩塔，算是泸州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壁画的景点。套圈圈，那有个活鸭，它这么听话呢，怎么上面一动不动呢？泸州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报恩塔下尝一下刚才买的泸州名小吃猪儿粑。猪儿粑是源自于川西、川南及贵州遵义、云南昭通的一道小吃，分为咸馅跟甜馅2种口味。猪儿粑外皮用8层上熟糯米加2层稻米制成，咸馅呢以猪肉、冬笋、葱、味精、盐为原料。猪儿粑因为外形洁白放光，形似小猪，故得名猪儿粑。可能是凉了，吃起来味道觉得一般。感受一下川南小城的过节氛围。这个好吃啊，里面有那个是桃仁，核桃仁，清甜的。说到前面尝的猪儿粑，让我想到在越南惠安尝到的一个街边十分好吃的，它跟猪儿粑有点像，只是里面的咸酱用料不一样。报恩塔又名泸州白塔，建于南宋绍兴18年及公元1148年，是时任泸州安抚使冯基为了报答母恩而修建的，为泸州6景之一。来看一个钟鼓楼，也算这里的景点。遇到一个2次元的活动啊！转身面对我们的海报墙，来，我们蹲下，请观众宝宝们回到我们位置上，也感谢2位嘉宾老师先回到休息处休息。国一老师，哇哦，都好，大家好，我是天泽丽花，希望今天大家玩得开心。很特别也很好听啊。最开始策划给我你的 CN 的时候，他居然还把你的名字写错了，我特地去查了一次。钟楼修复记，钟鼓楼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泸州的一个知名的美食街，叫沟儿井啊。
在泸州的第一顿吃烤鱼，豆花烤鱼。这里整条鱼啊，好大！呵呵，你看这豆花，这鱼挺大的。天啊，这怎么吃得完？我感觉2个人都够吃了。这还送了一盘的西瓜、洋葱、豌豆。这个鱼好大一条呢，我以为是那种小鱼的，它是一整条鱼切成2半了。你看，是不是很香，是吧？在川渝这边地方，我吃了好多次豆花饭了。这鱼光闻着就很香，下面覆盖了一些干辣椒。菊花茶。饿了，开始大口干饭。先来一点这个烤鱼啊。哇，这个鱼很入味，就是香而不辣，有辣味但是能接受。这个鱼美中不足，就是有鱼刺，还挺多鱼刺的。但是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很嫩，啊，太好吃了。来一口这个豆花，这西瓜好甜啊！基本吃完了。在泸州待了1天1夜以后，我就来到了泸州的高铁站，准备前往下一站。在泸州的旅途比较的赶啊，只待了1天1夜，只有点走马观花，但是呢，也算是看过了泸州的支柱产业白酒啊，略微多了一点对泸州老窖这个中国最知名的白酒品牌的一个了解。那么到目前为止呢，阿树就游览过了中国最知名的一些白酒产地前3的其中2个，一个是宜宾的五粮液，一个是泸州的泸州老窖，还差名列前茅的贵州茅台啊。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会去到贵州茅台镇，再多一点了解不同于浓香型白酒的酱香型白酒。贵州茅台镇位于赤水河畔，可以说是贵州茅台的生命之河。其实呢，在泸州呢也有赤水河经过，只是咱们这次没有拍到，因为在距离城区一定的距离以外。那么可以说赤水河是中国白酒的黄金命脉啊，它孵化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白酒品牌。假以时日，我们会到赤水河畔探究一下它是如何孕育中国最赫赫大名的贵州茅台。好了，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留言。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